沙巴第二家园政策终于要出台了，但是大家都苦等了3年之久啊！之前帮我办陪读签的 agent 呢，就是因为沙巴政府在3年前把这个计划停了之后，他就直接失业了。然后现在终于要重启这个计划。现在公布的最新的消息呢，就是昨天17号，沙巴州内阁已经批准了，允许降低这个年龄，就申请者的年龄从50岁降到了30岁，所以30岁以上就可以申请。那条件呢，就是要购买60万令吉以上的新房。那买了新房之后呢，是允许在5年之后可以卖掉这个房子。那沙巴的 CM 也就是首席部长哈基基就表示，第二家园新政呢必须是由沙巴本地的中介来办理。那首先呢，我先想讲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沙巴，而不是去西马、吉隆坡、马六甲、槟城或者是新山。第二个呢，就跟大家探讨一下，为什么首席部长是有这样子的要求，是一定要求沙巴本地的中介来办理哈。那通过我这个视频的简单介绍呢，你可能就会能够了解你到底适不适合沙巴。那沙巴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，很多人会选择西马或者是沙劳越，其实他们那边的也都很好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沙巴呢？除了因为我老公就是沙巴本地人的这一点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哈。第一个就是沙巴其实是东南亚的正中心的位置，它去任何的一个亚洲国家都非常的快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沙巴是马来西亚各个州里面离中国最近的地方，飞香港、深圳、广州、台湾大概都是3个多小时就到了，飞日本的大概5个小时，飞韩国首尔大概6个半小时。所以你看到沙巴这边韩国人的数量跟中国人是一样多的。那为什么它到现在还是比较落后，还没发展起来？我们等一下再说。它光靠旅游业呢，其实就能发展的不错，而且现在目前来看的话，沙巴还缺1万个酒店房间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因为我们最近是要帮朋友去订这个酒店房间嘛，所有酒店全部爆满。再问我们的这个小伙伴，因为他在2017年买了10套短租房，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空位，有没有空位，他说没有，爆满。只要你买对了短租房的话，完全不愁租，基本上是大家都在疯抢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沙巴这边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是可以靠天吃饭的地方。那自然资源包括了什么呢？就包括了石油、天然气。那东马的石油产量其实是全马来西亚的70%以上。那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怎么发展呢？就旁边的文莱都已经富得流油啊，人均 GDP 都已经5万6万美金一年了，但是东马这边就是沙巴沙劳越还是这么低，基本工资超低的。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95%的石油全部被联邦拿走，发展西马去了。那今年开始呢，旧的油田80%给西马，20%留在沙巴，就比以前多了3倍的资源会留在沙巴。新开采的油田50%给联邦，50%留在沙巴。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至少有4个油田是马上要开采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开采油田也不是说立刻就能看到效果的事情啊，所以还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吧。那东马的小伙伴呢，之前都有开过玩笑，就是如果不是联邦把这个石油钱拿去发展西马的话，说不定你今天见到的双子塔是建在神山上面。大家知道双子塔、双峰塔，但是你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？Petronas Twin Tower。 那 Petronas 呢，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油。它的国油从哪儿来呢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东马拿过来的。你就想想这个钱呢，那东马呢是真的是贡献了好多给西马。那还有就是运输方面、航运方面，整个外来船只的停靠权也被西马拿走了。所有的外来船只必须要先去了西马，就吉隆坡下面的巴生港停靠之后，换完本地船才能来到沙巴。就包括我们搬家，从美国搬家的这个 container， 这个大的集装箱啊，要从洛杉矶经过这么一大圈，然后先要绕一个弯去了巴生港，然后再回来沙巴，就马上要到了。就本来不用那么长时间，也不用那么多钱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规定哈，搞到我们要多付很多钱。那西马的小伙伴，比如说吉隆坡、新山、马六甲、怡保、槟城，小伙伴来了之后呢，千万不要怪责东马的这个物价高哈，就是有这么一条奇葩的政策，令到东马人民要多付很多运费。但是这条规定呢，在今年也是没有了，所以外来船只是可以停靠沙巴的港口。那现在他们需要扩建这个港口，
因为以前的港口呢，它能够停靠的船只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么大哈，就是现在这大型的船只的话，它的确是需要更深的海湾。而且呢，这个联邦啊，不要说是拿了95%的石油啊，它拿资源，拿东马的资源是全方位的，包括了木业、榴莲、燕窝，这些很多都是要什么牌照，全部要经过联邦。那东马的小伙伴呢，真的就有时候就觉得，吃肉都吃到骨头里面去了。要知道70、80年代以前啊，沙巴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州。那其实东马的2个州，沙巴跟沙劳越都是会生金蛋的州。那很可惜呢，这个金蛋呢都被联邦拿走了，然后把这个蛋黄跟蛋白全部去发展西马，就留给沙2州呢一些蛋壳。那东马人民呢其实是很郁闷的，但是呢，由于这边假期太多，而且生活太舒适，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想法要去激起什么样的冲突。那最多也就是用自己的选票选了安华，希望他能够稍微把这些原本属于东马的资源就还回来多一点点。那沙巴跟沙劳越呢都是非常有潜能的地方，但是的确也比西马要落后很多，所以并不适合每一个小伙伴。比如说你喜欢城市生活的，那真的就不太适合在沙巴。那或者呢，你不想在这边买房，觉得50万或者60万令吉，就大概12万5，就是12万美金左右吧，这样子买房都觉得贵的小伙伴呢，就真的不要来了。沙巴不适合你。那根据我们认识的办理第2家园的中介说呢，现在办理是有名额的，所以这个名额有限，就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小伙伴。根据我们现在有动向的小伙伴的数目来讲的话，他们肯定是忙不过来的。那再说到一定要用沙巴本地中介的这个问题，西马那边真的确他们很会做 promotion， 因为我们都有看到说，在沙巴第2家园完全没有出台的状况下呢，就有西马的经纪中介都没有牌照，他们连西马的牌照也没有，沙巴的牌照也没有，还有这个名额限制，要来听讲座的话呢，要有3000令吉的这个 booking fee 啊。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，哇，天哪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才意识到真的就是说，东马被西马拿走了多少资源，连沙巴的第2家园本地的中介费他们都不放过。那为什么我们决定就不要去西马了？那边就有点卷，这个 marketing 做得太好了，政策都没出来呢，就已经开始收钱了。而且呢，人家标榜是已经有10几年经验的这个第2家园的中介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沙巴本地的中介敢这么去做的哈。这边的民风还是比较朴实保守。那马来西亚其实是有3个不一样的第2家园政策的，有西马、沙劳越和沙巴。3个不一样的政策。为什么会有3个不同的第2家园政策呢？那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一国3制的国家，在1963年以前，西马、沙巴和沙劳越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，都是英属殖民地。在1963年以后，西马想要脱离英国的殖民，于是邀请了沙巴、沙劳越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。那沙巴跟沙劳越其实当年是以邦的形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，参与进来呢，他也没有想到说，怎么我没进来多久你就把我变成州了？马来亚半岛呢是通过媒体跟民间的力量，一直就把沙巴跟沙劳越当成州，所以他各种的这个权利呢就有下降。其实当年参与进来的还有新加坡，后来他被踢出去了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其实沙巴跟沙劳越都有它独立的移民系统跟法律系统，所以就比如说你在西马注册了一个公司，你在沙巴这个名字呢是没有注册的，所以同样的名字你可能要在沙巴再注册一个，那沙劳越也得再注册一次。我自己是觉得沙巴很像30年前的深圳，或者是像还没有开发起来的夏威夷。当然我也不指望沙巴会有深圳的发展速度，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不可复制的。其实你说沙巴落后吧，它也不完全是。亚比这边公寓的娱乐设施是我在美国想都不敢想的，包括了健身房、图书馆、乒乓球室、育婴室、会议室、儿童游乐场，还有拥有无敌大海景的无边游泳池。关键是这边的水一点都不冷，根本不用加热就可以进去游泳了。像香港人、台湾人、新加坡人来这边买房呢，就真的是跟买菜一样。像我现在住的这栋 Jesselton Residence， 台湾人上个月刚刚订了26套。这边下楼就有免税店，旁边 Suria Mall 呢，走路过去就一堆好吃的。下楼往左走就是码头，可以早上去跳岛，下午回来吃肉骨茶、吃榴莲、吃燕窝。像这种市中心临海绝佳 location 的房子，好一点的房型都要150万马币起。
而且市中心附近地段好的房子啊，如果是能够做短租的，都是供不应求，一上市都是靠抢的。那我现在住的这个就是 residential 居民房，是不能做短租的，所以它只适合自住的人，并不适合想要做短租来投资的人。但是好处就是整个游泳池都好像你自家开的一样。那旁边呢有一个叫做 JQ 的，虽然位置没有这么好啊，但是天天游泳池里面爆满，就跟下饺子一样的，一个饺子挨着一个饺子。那这边大致分有2种，一种就是 residential 就是居民型的，那这种呢就是比较适合自住，不适合投资。那 commercial 呢就是可以做短租，可以做 Airbnb 的。那还有一些公寓呢是一半一半，就是一半 residential 一半 commercial。这混合型的公寓呢我们也去看了，但是感觉如果真的要自住的话，还是要买 residential。其实在雅比躺平最基本的配备就是自住一套，然后做短租一套。按照现在的第二家园政策来讲的话呢，已经算是没有门槛了，对于某些地区的人来说哈，就比如说美国加州，你在加州卖掉1套房，能在雅比买5套房，几乎是想躺多平躺多平。这边的物价可以说是低到你可能有个50万美金左右的存款就已经能够实现财务自由了。